看看我又在床底下发现了什么好东西。不得不佩服当年自己的眼光啊，还收藏了一台 S2 超合金天之智雷马，这我觉得绝对算得上是冷门了。当然，对于像我这样的激战的老玩家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代传奇。来吧，吃我一发冥王攻击！这老物件一出来，又想起当年节衣缩食省生活费，在海鲜市场和卖家讨价还价，就为了收回来圆一个激战梦的大学时光了。不过现在如果要买这个玩意儿的话，那估计得挺贵了吧。那么这款尘封了10多年的老玩具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？现在就拆开来带大家看一看吧。那像这样的上古老货，想要成色好、价格又不贵的，我是非常推荐到11区的市场淘一淘。以前日淘很麻烦，但现在可方便多了。我们圈内人都在用挖煤机，像这个 S2 超合金的天之智雷马，用挖煤机首页右上角的以图搜物就能搜到同款。近期日元汇率低，不管是买来收藏还是补缺都非常的划算。想捡漏淘绝版，找稀有款，先去雅虎逛一圈再说。这个是挖煤机授权的站点，在首页就可以看到雅虎日拍和雅虎闲置，还有很多朋友担心的运费也不用着急。挖煤机有对小东西友好的竹蜻蜓路线，20多的运费就能海淘日本手办模型。现在在挖煤机首页输入超可动，还能领取我的专属福利哦。吸塑虽然是给了2层啊，但东西确实是不多。那来看到本体之前呢，首先需要把本体背后的2个零件给装上。但关于这2项推进器又不是推进器的东西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官方的设定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说明啊，帅就完事了。而且不仅仅是背后的刺，全身上下的结构都没有任何的说明。这也是除了毁天灭地的力量以外，智雷马被认为是超级系的原因。唯一明确提到的设定就是胸口中间的那个球了，也就是智雷马力量的根源——次元连接系统。作为一部1988年的动画，作者其实也并没有太搞懂什么是狄拉克之海，什么是黑洞，但却很精准地描述了这一个过程。宇宙大爆炸之初，正反物质是成对出现的，但因为某种东西的出现，比如说黑洞，在正反物质湮灭之前，把部分反物质吸了进去，逐渐分离了正反物质的世界。而次元连接系统就是能连接到反物质世界，借由湮灭的力量作为动力，同时又作为武器破坏敌方。这个玩意儿虽然听上去很科学啊，但动画里的实际表现力堪称离谱。首先是机体本身啊，甚至是人和物都能做到类似龙珠里的瞬移。比如本片里最猎奇的片段，女主变成次元连接系统的核心，传送到了机体上。这是天之智雷马的保险啊，如果没有女主的话，系统出力就只有原来的1/3。而一旦这个挂逼系统启动的话，即使是月光炮的直击，也能展开屏障全部扛下，或者直接瞬移走打不到。在攻击力方面的表现就更离谱了，手上这个大灯泡一闪啊，对面的机体就会爆炸，不愧是次元武器啊。而当双手的球合于胸前，就能使出全功率的输出，也就是大招冥王攻击。这个表现力感觉就是在机体的周围产生了核爆啊，激战版神罗天真。也正因为原作的表现，无敌屏障、无限瞬移、核爆攻击，使得本机在激战里的强度堪称我方 BOSS。当年有幸在激战这里体验了一把，什么伊恩回复和超级地图炮就不说了，我甚至有印象这家伙的格斗是可以连击的。为此我还特意去翻了一下视频啊，还真是。激战里的剧情是改编自 TV 版的，不过原创了8机融合的真智雷马，这个才是真 BOSS 啊！因为过于的 bug， 甚至连无敌的古兰森也曾借鉴过其设计，但那又是别的故事了，有空再细说。当然 TV 版的智雷马也是原创的，原创的漫画也没有其他的八卦机器人，不过据说漫画的剧情又闲实又烂，就没有补过了。讲完设定，我们还是来回到我们的模型上。S2 超合金这里用的就是 TV 设定中的智雷马了。还原度方面呢，我认为是没得说的。即使你说还原度差点意思啊，那除了亚马头那个可以变形合体但造型不行的老东西外，这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就 GSC 准备出个拼装，剩下的厂商都跑去搞猎冥王了。我一直觉得还是天更帅气啊，设计精炼又不是霸气。不过作为古早的代格玩具，外观细节上还是能感受到那种老玩具的味道的。比如说通体白色的抛光塑料，料子选的倒是不错，但接缝很大，抛光的也不是很亮，看着就有点焦的感觉。黑色的涂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岁月的侵蚀已经变灰了，而且涂装的边缘也不够锐利啊，感觉肉肉的。但我觉得不能以现代的眼光去这样审视老玩具。当年我记得这家伙的售价也才300块，即使放在今天啊，造型做的出色还原，还给了涂装的可动合金成品，真的是已经非常优秀了。而且对于老激战粉丝来说，这个题材就已经非常值得入手了。不过对于真心想要入手的兄弟呢，这里也要提醒一下，这种白色的老玩具一定要回合避光保存，不然会黄得非常快。其实关于设定呢，这里还有个细节，那就是智雷马其实是一台可以合体的机器人啊，在1988年的动画里，甚至是用纯手绘的方式还原了整个过程。
所有的机械细节刻画都非常的具体，单拿就这一段来说，你要说智雷马是真实系的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如此精良的作画却没有得到玩具厂商的青睐。其实这个合体已经足够的简单了，但万代最终还是没有把它放到超合金魂系列去做一个大合体机器人，而是放在了 S2 超合金。可能也是因为人气的原因吧，感觉这期视频的人气也不会太高啊，大家多多帮忙点赞投币啊。其实放在 S2 超合金里面还有个原因，就是这个系列当时主打的是小比例合金可动的。那这个主打可动的系列到底做得如何呢？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可动。首先是这个头部啊，在一个上了年纪的设计中，竟然加入了脖子的拉伸关节。不过脖子并不能跟随着动啊，只是解锁了上端的球冠，低头大概30度多一点，抬头也只有15度左右的幅度。其实这个脖子有足够的空间增加一段可动，但毕竟是老的设计，可惜了。反而因为左右没有什么干涉，所以这个左右的歪头很轻松就到45度了。最后因为头部的内侧有干涉，左右的平转只有45度。接着来看到这个设计，肩部是有2段球冠的，里面这一段提供了15度多一点的向外摆动的范围，向内蝴蝶肩的话5度左右吧。因为是球冠啊，所以像这样的上下摆动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当然像这样的旋转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理论上可以360度。当然真正的手臂关节则是外面的这一个，首先是360度垂直旋转没有问题，肩胛和肩部是固定死的，球冠插在肩胛上，一股古早设计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但是肩部的侧平台却是一个正常的转轴关节，配合上2段的球冠可以平抬超过90度。大臂上段这里还是一个球冠啊，老模具最喜欢用球冠了。也正因如此，这里的360度平转没有压力，不过小臂上的这个尖刺太碍事了，容易干涉。小臂这里更是一段直装的连接，智雷马又不会火箭拳啊，不知道为啥要这样设计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小臂可以360度的旋转。最后来看到曲肘，竟然是时下最流行的隐藏式关节，大小臂各设置了一段曲肘关节，曲肘能够轻松的接近180度，小臂贴住大臂。手腕这里，首先手背甲是可以打开一段的，手腕虽然是一个球冠，但预留的范围非常的大，向内向外都有30度左右的幅度，而前后也有15度左右，就是有点松。接着来看到腰部，首先从后面看过去的话，可以看到腰的内部有一小段的嵌套，这里其实是隐藏的拉伸关节，向下压的话可以看到缩回去了。也正是这一小段的拉伸，使得原本单球冠的腰部还能继续往前到30度，同时后仰也有30度，对于古早的机器人来说就很离谱了。左右的侧摆原本预留的范围就很大，所以可以到30度以上。最后360度的腰部平转没有压力，轻轻松松，就是干涉会有点多啊。下半身这个超小的前裙甲也可以翻起，侧裙甲也是球冠能抬起一段，后裙甲也能抬起一段。不过这些抬起并没有解放腿部的可动，反而一眼就能看到这个空心轴啊。前踢在几乎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只有60度，原因是关节的位置太高了，踢腿踢到腰部了。后踢也是同样的幅度，毕竟是相同的设计啊。侧踢也是同样的极限60度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大腿撞到了腰部，有点不是很明白当年设计师的脑回路啊。不过大腿根部竟然是安排了360度平转的。最后是这个屈膝啊，实际只有135度左右，大小腿间有空隙。不过这个关节的设计，小马拉大车还是头一回见，造型有一点点奇怪。最后是这个脚踝，几乎可以说是装饰级的可动了，因为是老玩具啊，虚位已经不可避免了。首先这个脚掌呢，前脚掌下翻能到60度，向上翻的话角度就非常的小了。同时整个脚掌的摆动幅度也是非常小的。同样这个脚掌的接地性咋说呢，只能说有吧，20度的适应范围，向外更是只有一点点了，而且有一点松啊。整个可动看下来怎么说呢，毕竟是老模型了，以当年的眼光来评价的话，及格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甚至上半身都是小惊喜啊。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的话，我只能希望戴哥的2魂杀兽也安排他一下。当然对于智雷马来说，其实可动这种东西呢，必要性好像不是很高啊，毕竟是抬手就能杀人的主，也没怎么见他大开大合过。所以戴哥这次给智雷马也准备了丰富的配件。首先是这根非常尖的脚啊，是硬塑料的，很脆弱，建议还是换这个软胶的脚来把玩，而且这个软胶的脚和硬胶相比也没有显得很肉。另外就是给本体安排了专门的魂支架连接件，但位置是菊花这里啊，很难用，而且本体的支架当然也是没有的。关键的来了啊，本体的手型只有一对开掌替换手，因为智雷马完全没有武器啊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握拳，这倒也正常。不过替换起来就比较麻烦了，首先是要把手背上的灯泡和装甲都卸掉，然后再原样的安装到另外一只手上。而且这个次元连接系统的灯泡还有固定位置的插装，安装时还得顶着手背甲的干涉去调整位置，很麻烦啊。那这下确实可以庆祝一下了，智雷马不需要这么多手型来摆 pose。除了手背甲的这个原装的灯泡，玩具里还提供了这种凸出来的版本，代表了次元连接系统发动时的造型。那安装的方式当然也是和普通的版本是一样的，摁进去还要转一转。
除了常规的凸起的版本，这里还给了带特效的版本，只不过这个软胶件经过岁月的洗礼啊，已经是黏糊糊的了。特效的替换方式也是很简单的，也是和一样的灯泡替换就好，连接件全部做成了统一的样式，而这个特效也是为了还原智雷玛对战水火姐妹时随手抬起的一发平 A 光束炮，不过这个视觉冲击力有点拉，稍微还得再加工一下。另外这个灯泡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外面连了智雷玛的灵魂标志，就是个天字的特效，而且用的也是凸起的灯泡，天字给的是透明的立体特效键，这就很帅了。替换的方式还是一样的，插拔即可。话说动画里发动攻击的时候啊，好像从来没蹦出过这个天字，这个特效应该是激战 Cut In 里的原创，但可能因为太帅逼格太高，这特效也给一起做了。但设计师可能觉得啊，这个小破特效一点都不够霸气，于是还专门给安排了一个地台，给了一个超大亚克力的版本。不过这个东西的效果呢，对于黑色的背景来说就不是很友好了，因为太大了啊，家里的空调老是吹得摇摇晃晃的，也就是挡在机体前面的这一下呢，看起来很帅，其他的角度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但是对于不 P 图的玩家来说呢，这个特效确实给的也算不错。那在游戏里面出现这个特效以后，就意味着智雷玛要用冥王攻击了。作为智雷玛的标志性动作，实际上玩具的可动性是很难还原的，只能说是尽量去还原啊。胸前这里的干涉还是太严重了一点，实际还是侧面来拍会比较好看。OK， 那么配件的部分也就全部介绍完了，东西不多啊，主要还是原作本来就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姿势，就是抬手然后对面就炸了，基本上是给了不少能玩的配件了。那不知道像这样的中古老物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其实家里还翻出了不少有意思的冷门老物啊，感兴趣的兄弟们记得点赞投币，说不定下次就有意外的惊喜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记得关注，大家下期再见喽。